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。好，今天我們要來聊一個超級現實，坦白說，甚至是有點扎心的一個議題。當 AI 幾乎把所有基礎工作都快做完的時候，那企業還需不需要我們這些職場新鮮人？過去我們認知中那種你知道嗎？一步一步往上爬的職涯階梯，是不是真的就這樣被抽走了？我們馬上來深入拆解一下。OK， 這次的分析我們會從5個主要的面向來切入。首先，我們會一起來看看消失的階梯這個有點殘酷的真相，用數據說話。接着，我們會去探討訓練場崩塌背後更深層的原因。再來，重點來了，我們會提供一套非常具體的新鮮人求生法則，教你怎麼樣去自建階梯。第4部分，我們會切換到面試官的視角來解析到底怎麼樣才能贏得機會。最後，我們會把眼光放遠，一起展望一下未來的職涯，看看它是怎麼樣從爬梯子進化成游泳的。好的，我們直接進入第1部分，殘酷的真相。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只是體感上覺得，工作好像變難找了。但接下來我們要談的就不只是體感了，而是血淋淋的數據現實，它所呈現出來的狀況，可能比你我想象的還要來得驚人。來看一份來自哈佛經濟學院的研究，它就揭露了這個很驚人的趨勢。他們去分析了大量的職缺數字之後，發現，在 ChatGPT 發布之後，代表初階職位的需求數量，可以說出現了一個非常陡峭的下滑。原本那個趨勢都還在穩定增加哦，結果就在 AI 工具開始普及之後，整個趨勢立刻被強力的反轉了。這就說明了，工作變難找真的不是我們的錯覺，而是一個已經發生而且可以被量化的市場轉變。我們繼續聊下去。史丹佛大學的研究又更進一步了，他們把不同職業對 AI 的暴露程度這個變因也考慮進來，結果就顯示，像是行政或秘書這類高度暴露在 AI 工具下的職位，初階工作的需求可以說是斷崖式的下跌。但是反過來看，像醫護助理啦，或者是設備維修這種低度暴露的職位，他們的需求反而很穩定，甚至還在增加。這就告訴我們一件事 ，AI 的衝擊其實不是全面性的，它是有選擇性的。它最先淘汰的就是那些可以被輕易標準化、自動化的入門款工作。好了，看完了數據，我們都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了。但更重要的是，我們要搞懂為什麼會這樣。為什麼過去那個讓菜鳥練功升級的那個訓練場，好像突然之間就憑空消失了？我認為核心原因就在於顯性知識跟隱性知識這兩者的差別。什麼是顯性知識呢？就是那些可以被清楚寫下來、有標準流程的工作，比方說整理報告、寫基礎的程式碼、做一些翻譯。過去這些就是給新鮮人的基本功，對吧？但不幸的是，這些也正是 AI 現在最擅長做的事情。而那些真正有價值的所謂的隱性知識，像是你的專業判斷、跨部門溝通的智慧、職場的直覺，這些都需要時間跟經驗來慢慢培養。所以當顯性知識的工作被 AI 拿走，新人就等於失去了練習和觀摩的機會。這就像你想學游泳，結果發現游泳池的水被抽乾了，你連練習的場地都沒有啊。那我們從企業的角度來看，這其實是一道很簡單的數學題。與其花錢去請3個新鮮人，還要投入時間跟資源去訓練他們，幫他們改作業，那還不如把這些預算全部集中在一個有經驗的資深員工身上，然後再給他最好的 AI 工具。這樣一來，一個資深員工的產出可能遠遠超過3個新手。你說，站在成本效益的角度，很多公司的選擇其實已經不言而喻了。這句話，我相信是現在所有中階主管的心聲。我到底該花半小時教他怎麼把這份簡報做到完美，還是乾脆我自己半夜再把它改好？當你拿到一份由 AI 快速生成，但品質可能只有60分的簡報，你眼前就是這2個選擇。A 計劃花時間好好教你的組員，告訴他如何從60分做到100分。B 計劃跟他說聲 Good job， 然後自己半夜12點再默默打開電腦，把簡報改到凌晨2點。在業績壓力之下，
真的越來越多的主管會選擇 B 計劃，這就產生了一種訓練債，主管自己累得半死，而新人也失去了成長的機會，變成一個惡性循環。好，講了這麼多殘酷的現實，但我們頻道的目的不是要散播焦慮。接下來這一點超級重要，我們要提供一套非常具體的生存法則，教你怎麼樣在沒有階梯的狀況下，自己動手打造一座。這不只是生存法則，我認為這更是讓你彎道超車的逆襲劇本。想在 AI 時代脫穎而出，你必須要學會像一個主管一樣去思考。很簡單，當你接到任何一個任務的時候，在心裡問自己這3個問題：第一，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？去探究任務背後的商業目的到底是什麼。第二，如果我是主管，我會怎麼做決定？試着站在一個更高的層次去思考決策背後的權衡。第三，這件任務完成之後，會對整體的業務產生什麼樣的影響？把你的工作和公司的最終目標連接起來。當你開始這樣思考的時候，你就不再只是一個執行者，而是一個潛在的決策者了。這一點真的要刻在心裡。你的工作從來都不是任務的本身，因為任務本身可以被 AI 給取代。你真正的價值是在於去理解任務背後的那個商業邏輯，還有策略的意圖。AI 可以幫你整理數據，跑出使用者輪廓，但它沒有辦法告訴你，針對這一群輪廓，我們下一季的行銷預算應該要加碼在線上廣告還是線下活動？這個判斷就是你無可取代的地方。那具體到底要怎麼做呢？你要主動去承接那些比較模糊的、沒有標準答案的灰色地帶問題，自願去參與跨部門的專案，去了解其他團隊的運作邏輯。最重要的是，不要只呈現數據，而是要把你的分析轉化成具體的商業建議。你要做的是把 what， 也就是數據本身，變成 so what， 也就是這個數據背後的商業意涵到底是什麼。當你做到這一點，主管才會真正看到你的價值。到那個時候，你就不再是等着階梯出現的人，而是親手打造階梯的人。好的，我們繼續聊下去。了解了怎麼樣提升自己之後，下一步就是要知道如何在求職市場上去贏得那個非常寶貴的機會。現在的面試官到底想找的是什麼樣的人才？我認為在這個時代有3種能力變得至關重要。第一，是在模糊當中前進的能力，這就像在濃霧中開車，你得相信自己的方向感，而不是等霧都散了才發動引擎。第二是判斷力，你必須有能力去評估 AI 產出的內容到底是對是錯，可不可用。第三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自我升級的動力還有能力。你必須把自己當做一個不斷在更新版本的作業系統，而不是一套出廠之後就再也沒變過的軟體。所以現在面試官問的問題早就不是你會不會用 AI， 因為會用是基本。他們真正想知道的是，你怎麼樣去判斷 AI 的產出，並且加入你自己的觀點。他們想聽的不是你附送 AI 給你的結果，而是你的獨立思考跟批判性思維。簡單說，他們想找的是 AI 的主人，而不是 AI 的僕人。那到底要怎麼證明你具備這些能力呢？重點來了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動手去做一個 AI 的副專案，也就是 side project。不要只是在履歷上寫我對 AI 很有興趣，那真的太蒼白了。你應該在面試前就針對你想進入的產業，用 AI 工具去解決一個真實存在的問題。然後在面試的時候，你可以非常有自信地說，我最近用 AI 做了一個專案，如果你有興趣，我現在就可以 demo 給你看。我甚至還分析了這個專案可能帶來的商業價值，以及未來可以優化的3個方向。相信我，這會比任何履歷上的文字都更有說服力。最後，我們把視野拉得更高一點，來談談未來的職涯樣貌。如果傳統的爬梯子模式已經行不通了，那我們到底應該用什麼樣的新思維來看待自己的職涯發展呢？
雲端服務公司 Cloudflare 的執行長 Matthew Prince 說過一句很經典的話：像我這樣50歲的執行長，不會是教公司怎麼用 AI 的那個人，我們需要下一代來做這件事。這背後其實點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，叫做反向導師制。所以千萬不要小看自己，你對新科技的直覺，你天生的數位原生能力，可能正是整個組織最需要的珍貴資產。所以我會說，我們應該把職涯的想象從爬梯子轉換成游泳。你想想，爬梯子是被動的，路線是固定的，別人幫你架好的；但是游泳是主動的，你可以選擇自己的路徑，決定游向哪裡。在水裡，你必須不斷地動才能前進，甚至還要學會換氣，躲開暗流。這不就是現在職涯的最好寫照嗎？你必須主動去尋找問題，去爭取機會，而不是被動的等待任務被指派。總結來說，我認為職涯的第一個階梯，它並不是消失了，而是整個起跑線被往前移動了。過去，企業可能願意花時間從零開始教你，但現在，企業期待你進來的第一天，就已經具備了利用 AI 解決問題的基本能力。這不是說新鮮人就沒有機會了哦，而是說成為新鮮人的門檻已經被重新定義了。最後，我想留給大家一個思考題：當你在找你的第一份工作的時候，薪水固然重要，但可能還有一件比薪水更重要的事情。你能不能找到一個願意花時間跟你解釋為什麼的主管，還有一個願意讓你犯錯，從中學習的環境？這樣的環境，它本身就是你最寶貴的資產，它會形塑你未來10年的職涯發展。這個問題，我覺得值得我們每個人都好好的去思考。好，來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。第一，數據顯示 AI 確實正在衝擊初階職缺，特別是那些顯性知識密集的工作。第二，想在 AI 時代生存，你必須從執行者思維轉變為管理者思維，去理解任務背後的商業邏輯。第三，與其被動等待，不如主動出擊，透過打造 AI 副專案來證明你的判斷力和自我升級的能力。最後，我們應該把職涯看作一場游泳，而不是爬梯子，主動尋找機會，才能游在最前面。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，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，記得馬上點讚、加訂閱、加開啟小鈴鐺。我們正在衝訂閱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